但是啊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佩洛西访台，他们在台湾这里很可能啊也是虚晃一枪，真正的关注的还是要日本，因为我们得到重要的情报，他们将会在日本啊搞一些事出来，通过日本的黑帮啊，现在正在策划啊，在日本搞出中台之间的一些摩擦出来。他们现在正在日本策划黑帮啊，中共控制的黑帮在日本搞气象事件，比如提高富士山火山预警级别等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中共的间谍在琉球啊做一些独立的活动，冲绳美军基地啊做一些这种抗议活动啊，这些就是说白了，日本那里他在搞事，要防住。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，实际上同时在东亚啊是几个地方。第一，朝鲜战争，美国在朝鲜干着，然后在台湾第7舰队阻止了中共拿下台湾，当时在50年51年的时候。接下来就是西藏被中共拿下来了，等于说这个局打完以后，你看啊，朝鲜打了个3、8千，台湾拿下，西藏丢了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你看啊，你走到现在洗回头一算账，你看咱们澳洲拿下了吧，印尼拿下了吧，是吧？如果在这个局里头啊，日本啊他们挑起来反对日本修宪，然后日本的亲共的力量又上台的话，这是他们要的目的啊。如果挑起日本内部啊，甚至把美军赶出去啊，美军基地赶出去，那冲绳岛一直在游行啊，大家知道是吧？如果策划出这些事情出来，哎，就日本他们拿的话，如果说上策就跟啊搞英国和搞澳洲一样，印尼那也是坚决之前几十年都是反共的反中共的，哎，你看也搞下来了。哎，你别说他这个朝鲜战挺厉害的啊，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事儿，我的意思说啊，就绝对不要仅仅盯着台湾这一点，中共他在别的地方他也在干，核心的还是那个，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，非得要付出这么多代价，擒贼先擒王，转守为攻，这是核心的关键点啊，否则你永远防不住，因为他是啥？他天天养了这么多人，什么东西都是他武器化，他都可以武器化。他1万个邪招，你挡了9999，你总有一个没挡住，咋办？如果美国在印太的根给你刨掉，你还有啥呀？说白了，美国在整个印太的根那就是几个，一个日本，印尼绝对算一个，是吧？印度算一个，给你刨了，你一个台湾孤零零的在那里，有任何价值没有啊？如果说别的国家都被他搞走了，就只剩一个台湾，这个点也守不住啊。所以就是这里头它有个这个逻辑在里头。